当猪蹄儿遇到了鸡爪，这大手牵小手会呈现出什么样的迷人味道？猪蹄儿不管是干净与否，第一步一定是先烧毛。猪蹄儿的腥膻味道就在于毛根。 完美！浸泡大手的时候，咱们把这小手也处理一下。如果说是父亲节或者母亲节的时候，给爸爸妈妈做上这么一个大手牵小手，一定是爸妈会很开心，因为真的是从小爸爸的大手牵着我们的小手，慢慢的岁月流逝，我们在牵着他们的手，依然是大手牵小手，状态就完全不同了。猪蹄儿、鸡爪处理好以后，就开始赋予它们味道，一种焦焦的、黏黏的、香香的、糯糯的，这就来。把貂球往锅里边一淋浇，炙热的火焰带走了猪蹄儿的腥膻味道，留下的是迷人的醇香。这道菜是滴水不加，只加啤酒，稍微的来一点盐，白胡椒粉，小葱节一加，就这么简单。剩下的过程就是烧开以后放到高压锅里边压它20分钟。20分钟后的猪蹄儿回锅。 小手推到锅里边，大手收汁的过程中，小手也能完全的酥烂入味，色儿红味儿正，胶性十足。大手红红润润，小手精精深深。收汁过程继续香味叠加，色香味美，黏黏牙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汤汁渐浓，味道渐香。2025夜市头牌大手牵小手，这就来了。培训。 这个不复杂，直接走做。走。经过了细细的拆分的这个某村拌饭，排行 Top 1的烤牛肉拌饭，怎么能够在家里边轻松拿捏？今儿个下厨一镜到底安排。首先呢，这个牛肉啊，最普通的就可以摁住肉推拉切，保持切面完整一致。拿猕猴桃的果肉呢去腌制，才能让整个的肉的纤维走啊。主要里边的成分叫做木瓜蛋白酶，这个猕猴桃里边这个小苏打会加速牛肉的吸水，操拌。 抓捏肉已经比刚才要软化的多了。这个时间段呢，咱们开始调配味道。前几天分享的一个清炖蟹粉狮子头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喜欢，但是里边也有一些所谓专业人士，我在这儿回复你。你如果说是真的懂做菜，你把镜头放的稍微的慢一点，你看一看，挖到狮子头的时候肉有没有颤，从这汤盆里边捞出来以后，它有没有强力的一个回旋？不懂别在下边瞎说啊！热锅凉油煎荷包蛋。 滋啦，正中10环，轻轻转，慢慢翻，焦香十足的荷包蛋，这就齐了。市场上随意买到的紫菜，要让锅的温度去把紫菜烘烤脆皮，还原最开始出水的那一抹绿，轻轻的一揉捏，紫菜瞬间变海苔。这紫菜和海苔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咱们在评论区里交流一下。煎好蛋，准备好海苔碎，直接上锅烤牛肉，补充上少量的油脂，整个的烹烤会更加的味道相同。炙热的温度瞬间锁住牛肉的汁水。这个中式烧汁记得截图保留哦。快速的汁水浓缩，裹匀了美丽中式烧汁的烤牛肉，鲜香味浓，完美绽放。这么好吃的烤牛肉，你值得拥有。 配上这几个标配青菜，这个某村拌饭的烤牛肉拌饭，这就大功告成了。一定跟着下厨一起。培训。细腻如汁，金光灿烂，仙境一般的椒汁豆腐，在家就能轻松秒做。清洗好的黄豆一定得是。 泡一宿，弹指一挥间，变成健健康康的豆胖子了。正式开始磨豆浆。下厨曾经代表着中国美食出访团来到了美丽的法国，就有米其林3星大厨说他们创造出了分子料理。什么是分子料理？把这一粒的黄豆研磨成浆，重新的把它组合成像我们今天吃到的豆腐，这就叫做分子料理。我说到这儿，分子料理它到底是谁发明的？咱们在评论区里交流一下。万里花丛一抹绿，萃取出最完美的叶绿素。接下来就把这莫奈花园简简单单一插，一支支的花朵不就来了吗？这么多配菜，不好保存吧？放冰箱不就完了吗？那还新鲜。你看我这个，看到了吗？卡萨帝冰箱，它有一个神仙盒，能够降低氧气的浓度，就像给食材按了暂停键，专门存放蔬菜、水果这些不易保鲜的食物。再加上这个 AI 之眼，自动识别食材，根据不同的食物调整不同的保鲜模式。你看我这些菜放在神仙盒，保鲜3、4天了，还和刚买的一样新鲜。高汤放在冰冻区，随做随取，而且还能自动制冰，个个都是梯形的实心大冰块。这也太好了，我现在就去来。真识货，摘出一颗漂亮蛋。没错，我们今天的这个豆腐不需要
卤水，完全通过蛋白质形成了完美的凝结。最近好事频繁，来咱们中国的外国友人特别多，咱们直接上大锅，中火蒸了它25分钟，蛋液、菜汁儿完美交融。好菜就得是慢慢的准备，才能惊艳瞬间。剩下的步骤要极致精确，油温8成热，10秒钟的煎炸，让整个的豆腐变得金黄脆皮。最后一步，小火慢熬出来的鸡清汤，收获的南瓜泥，甜甜香香的感觉快速的融散。勾芡一泼一搅，烫好的小青豆往里边一放，正式登场。白鹭离子花玉霜，翡翠载海为秋光，一盘软玉争日月，甜姜地髓共焚香。开炫！大说的台湾省卤肉饭，口口香浓，块块酥烂，吃完了连碗都得一起炫。千呼万唤，台湾省的卤肉饭下说安排，把这肉啊先给它开成大片，正宗道地的五花3层肉，切好了五花肉，这只是起步，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省卤肉饭必要有的红葱头，把它们顶刀切片，这才是家乡的味道。咱们上锅，台湾省卤肉饭，锅温4成热，下肉一定经过了煸煸炒炒，五花肉才能更加的味道浓香。我吃过一个据说是正宗道地的台湾省卤肉饭，基本上看不到瘦肉，这是在过去啊穷，你可以标榜自己是正宗，但是你不能把过去物资匮乏时代的料理方法沿用到今天。那台湾省最正宗的美食是啥？唐师傅，鹌鹑蛋煮好了以后，给它剥掉小皮儿，在猪油里边炸一下，漂亮的虎皮鹌鹑蛋，切好的姜末、蒜末、金钩海米一起放到锅里边，快翻快炒。夏叔的台湾省卤肉饭一定要有香菇，5份的五花肉，1份的猪肉皮，一定是我们宝岛台湾省特有的金兰酱油，鲜香味美的大地鱼粉。这大地鱼它到底是什么？咱在评论区里交流一下。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台湾省卤肉饭，它其实是一个味道大融合，因为当时宝岛全国各地哪儿人都有，想吃家乡的味道，那就是把各自家乡的味道慢慢的融合，才形成了我们台湾省今天的饮食文化底蕴。我可以接受你说我做的不正宗，但是我接受不了你说我做的这个台湾省卤肉饭不好吃，直接盛饭开炫！我强烈建议大家伙在家里边不要做这道菜，好吃真好吃，但是危险真危险，轻者烫伤，重者毁容。首先把这五花肉油生变熟，溜看大了，装不下也得装。夏叔刚才做了一件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儿，知道什么吗？装，保持一个小火慢煮的状态，这肥美的肉一定要煮到7成半熟。容嬷嬷的法器来了，轻轻一插，肥硕的猪油不停的往下流淌，把表面的这些油给它沾掉，用醋去清洗肉皮，让它变得更加干爽，放点小苏打，增加化皮的口感。最后一步，往伤口上撒点盐，增加表皮爆裂酥脆的口感。按照自己的喜好，把它切成长条，锅里边无油无水，直接干煎。这是邪修版的这比五花肉吧？比邪修还修邪。邪修是什么东西？有知道在评论区里告诉一下夏叔。这个锅盖一定要把它盖严在上面，重要。再说3遍，翻个面，小火慢煎，让肉逐步的继续成熟，让整个肉里的油脂再快速的释放出来。你瞧瞧，太危险了！在家里边不能什么菜都做。分享美食的这些美食博主，拍摄的时候真的是有风险，我们不要为了博取一时流量，置大家的安危而不顾，这是不负责任的。小伙伴们在家里边跟着夏叔学，受点伤我会很难受。提升油温，通过了最后的快速抢皮，肉皮已经变得焦化了，并不容易，并不简单，并不轻松，但是真好吃的脆皮五花肉，在家里边千万别炫！